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瞬间，对方满脸笑容走过来，直接叫出你的名字，哎，晨光，好久不见。而你也笑着回应，聊天，甚至聊得很开心，但你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尖叫，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不是模糊，是完全空白，不是想不起来，是根本没有。最后你只能硬着头皮问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说一次你的名字吗？空气瞬间安静了 0.5 秒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困境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忘记名字？但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，这不只是记忆问题，而是你大脑运作方式的线索。第一部分，为什么偏偏是名字最难记？我们先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名字本来就是最难记的资讯之一。心理学把记忆分成几种：语义记忆、知识、情景记忆、经历，还有一种最难处理的专有名词。而名字就是专有名词。问题在哪儿？名字是没有意义的。医生，你会联想到白袍、医院、听诊器；老师，你会想到黑板、学生、课堂。但如果我说他叫王志豪，你脑袋会出现什么？几乎没有画面。这就是经典的心理学现象，所谓的贝克悖论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是面包师，你比较容易记住，但如果他姓贝克，反而更容易忘掉。因为大脑擅长记有连结的东西，不擅长记孤立的标签，而名字就是一个没有连结的标签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记忆差，是你在做一件大脑本来就不擅长的事。第二部分，你不是忘记，而是从来没记住。接下来这点很关键，很多人以为自己是记不起来，但其实更接近真相的是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记进去。这叫做编码失败。想象一个场景，对方说：“你好，我是文琪。”同一时间，你的大脑在做什么？在想等等要说什么，在观察对方穿着，在管理自己的表情，在处理社交紧张。你的注意力被分走了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。你的大脑像一个 CPU， 90%在跑社交模式时，剩下的10%根本不够记住一个名字。结果就是这个名字连存档都没有完成。它不是被忘记，是从来没有存在过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越敏感，越会观察人，反而越容易忘名字，因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人本身，而不是标签。第三部分，卡在嘴边的名字到底去哪儿了？但还有一种更折磨的情况，你明明知道他是谁，甚至很熟，但名字就是卡住。这叫舌尖现象 TOT。 你会有这种感觉，我知道第一个字是什么，我好像快想到了，就差一点点，但就是出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记忆不是一个档案，而是一张网络，而名字这个节点连线特别少，再加上干扰，心理学称为干扰理论。两种最常见：一、倒射干扰，新的干扰旧的，新认识俊杰，但一直想成俊红；二、前设干扰，旧的干扰新的。你人生第一个雅婷太深刻，后面所有雅婷都混在一起。所以当你要叫名字时，你的大脑其实在竞争，好几个名字同时跳出来，然后卡死。第四部分，有些名字
是你潜意识不想记。这一段会比较真实。有时候忘记名字不是能力问题，是心理问题。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真的想记住这个人吗？有些人让你有压力，让你不舒服，曾经让你难堪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特别容易忘记他们的名字。这在心理学里接近一种潜意识的防卫机制，忘记名字变成一种很微小的抗拒。另外一种常见原因是社交焦虑。如果你本来就不喜欢社交，你的大脑会把记名字这件事和压力绑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它会直接选择略过这个任务。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的大脑在说，这件事太累了，我不想做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你会忘记名字，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名字本来就难记，你的注意力在更重要的地方，记忆彼此干扰，或者你的内心其实在选择不去记住。但如果你真的想改善，这里给你3个最有效的方法。第一，刻意停0.5秒。当对方说名字时，不要急着回话，在心里重复一次，让记忆完成写入。第二，强迫建立画面，把名字变成画面，越奇怪越好。第一，大山就是脸上有山，小雨就是头上下雨。大脑记图像比记文字强很多。第三，事后回放。离开社交场合后，花30秒回想今天遇到谁，叫什么，这一步会让记忆真正留下来。最后，如果你常忘记名字，不要急着责怪自己，那可能代表你比别人更专注于感受，更在意互动本身，或者是大脑有点太忙了。而如果有人忘记你的名字，也别太快失望，也许他不是不在乎你，只是他正在努力把注意力放在你这个人上，而不是你的名字。